大家好，我是牛奶。云岚宗宗主云韵。云韵出生后，彩铃自然是认出了这位旧相识，旋即彩铃的美眸就瞪向了一旁的金色巨人。哼，难怪这家伙听说花宗出事就跟火燎了屁股似的疯狂赶来。而云韵在看到彩铃的一系列表情后，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旋即目光转向那道金色巨人，喃喃道：萧炎。听到云韵喃喃声的纳兰嫣然娇躯也是微微一震，随后极其错愕地抬起头，在一道道的目光注视下，恢复本体的萧炎尴尬地咧嘴一笑，之后从纳戒之中取出一个玉瓶递给了云韵。云韵明白他的意思，自己取出一枚服下后，就将玉瓶递给了纳兰嫣然，让他将其中丹药分下去。你们怎么会在这里？云韵似是随意地问道，余光却是瞥向了彩铃、小医仙他们的方向。正巧进入莽荒古域，撞见了天明宗的人，然后便是感应到了你们。萧炎笑道。哦，收回目光，云韵微微点头。他明白自己实际上想要问的问题是得不到答案的，而自己也着实没有立场问些什么。但最终他还是没忍住看向彩铃，想要通过聊天知道点什么。可惜彩铃是个话题终结者，云韵刚起了个话头就聊不下去了，这让本就有些尴尬的场面变得更尴尬了。处于无形风暴中心的萧炎试图求助小医仙，小医仙却是在接触到他眼神的第一时间偏过头留了个后脑勺给他。青灵则是默默地研究起了地上的花。萧炎郁闷极了，他属实是没想到自己就这么被抛弃了。最终还是一位花宗的长老上前打破了这份诡异的平静。少宗主，此次多谢你出手相助了。那长老道。萧炎借此机会跟那长老聊了聊，直到萧炎问到了其他势力目前的情况，云韵才接过话头表示他们应该已经快要接近莽荒古域的古玉台了。古玉台遗留自远古，属于安全区，不过我们距离那里恐怕还有着将近2日的路程。萧炎在得知古玉台的属性时就陷入了沉思，能够穿过这重重障碍，最终抵达古玉台的势力，其实力必然是极强的，而那里说不定还有着萧炎的一些对手，比如说魂殿。所以眼下若是能够壮大自己的队伍是再好不过了。想到这里，萧炎当下就对云韵发出了同行的邀请。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赶路吧，双方的人加起来实力总归要强一些，遇见麻烦也好相互帮助。云云愣了一会后，转头看了看自己身后的伤员们，同意了。尽管萧炎身边那尴尬的氛围让他很想逃离，但云云清楚，在这莽荒古域，光是依靠他们这群残兵弱将的力量，恐怕要抵达古玉台还是有些困难的。云云是知道前往古玉台的路线的，他告诉萧炎，接下来需要一直往东走。西面的路线虽然更近，但那里的主道被一头战斗力足以跟五转斗尊巅峰强者相媲美的远古天魔蟒占据着，若是要穿过去的话，必然会惊动他。云云的本意是想借此提醒萧炎远离，不曾想萧炎在知道有远古天魔蟒的时候，眼睛都亮了。这远古天魔蟒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变异蛇系凶兽，凶残程度远非九幽地冥蟒能及，其血液有洗涮并提升肉体强度的作用，而这些功效正是萧炎目前所需要的。有了它，将金刚琉璃体修炼到巅峰的9丈9尺就完全不是问题了。而萧炎曾在古籍上看到过，远古天魔蟒还有筑血池的习惯，因为这血池会是他们后代出生繁衍的地方。为了能够让后代牺牲到足够的能量，他们会花费数百年的时间来源源不断地搜集那些有着浓郁能量的天材地宝，然后投入其中。这些能量会被血液所吸收，最后全部融入到其出生的后代身体之内。这不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吗？这等好事定然不能放过，毕竟后面还要与那些强悍势力打交道，实力才是硬道理。想到这里，萧炎的眼眸闪了闪，随后问道：你们亲眼见过那远古天魔蟒？还交过手，差点就走不掉了。云云凝重的道：我打算去一趟。
那远古天魔蟒与我有大用。萧炎望着云韵道。什么？萧炎的打算令得云韵等人顿时大惊。萧炎却是笑了笑，表示自己并非是胡来，几番战力他心里还是有数的。云韵见萧炎坚持，后悔之余还有些无奈，最终云韵还是上了萧炎的贼船。既然你执意，那便一起吧，正好我们知道路线，能够让你迅速地找到远古天魔蟒。云韵叹息道。萧炎闻言松了一口气，随后笑道，那便麻烦了，放心，不会让你们出什么意外的。考虑到花宗的战损情况，萧炎决定先休整，半个小时后再动身。众人都没有什么异议，时间转瞬即逝。萧炎睁开双眼，准备说点什么的时候，突然感应到了什么，于是迅速低声招呼众人立刻隐蔽。萧炎等人退入森林之中后不久，就见一道道身影就这么大刺刺的从半空中飞掠而过。这些家伙好大的胆子，也不怕引来凶兽的围攻。萧逸仙皱眉道。萧炎目光死死地盯着天空上的人影，凭借着过人的眼力，他清晰地看到了一张不算陌生的脸，是天妖皇族的凤青儿。想当年在斗圣遗迹见到凤青儿时，后者不过方才斗宗实力，然而现在凤青儿的实力竟然超过了寻常的斗尊巅峰强者，而且萧炎还从凤青儿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淡淡的威压，这种威压应该就是远古天皇的威压了，毕竟相似的威压他曾在紫妍身上感受到过。这女人肯定也是遇见了大机缘，才会导致实力暴涨的。想到这里，萧炎倍感压力，看来我也拖不得了，此次必须前去那远古天魔蟒处，我要借助他血池里的能量，将金刚琉璃体修炼到巅峰，并且突破到9星斗尊层次。握紧了拳头，萧炎暗暗道。随后转头看向众人，萧炎一声令下，出发。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您来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年内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